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在夏天温暖的池塘或游泳池里，大家都喜欢在水里潜水，但是很可能致命的杀手正在向你靠近。这是一种恐怖的原核生物，一种变形虫。它长着奇特的鞭毛，鞭毛可以让它从鼻腔一直游到大脑。在大脑里，这种生物体会变形成另一种形态，长出类似于吸吮管的装置。它终于展开了獠牙，开始吞噬我们大脑细胞和神经组织，人会感到头疼、发烧、恶心，出现幻觉，进而癫痫发作，神志不清。病人通常在出现症状后1到2周内死亡，死亡率高得吓人，达到恐怖的97%。这就是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食脑虫。食脑虫到底是什么？人类面临着被吃脑的威胁吗？有关食脑虫的来龙去脉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要回到1947年，在澳大利亚斯宾塞湾修建了一条自来水管道。没有人想到，这是一条杀人的管道。从自来水管修好到1972年为止，总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死亡。死亡的原因肯定是脑部疾病，因为死者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幻觉，最终失去了意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死者通常是儿童和青少年，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这种情况引起了阿德莱德儿童医院病理学家马尔科姆·福勒的注意。福勒打开了死者的脑部，眼前的情形让他大吃一惊。患者的大脑出现了极度严重的炎症，有一部分就像是被吃掉了一样。福勒决心进行深入研究，他给大脑做了切片，这就是其中一张切片的照片。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，脑组织中出现了很多的空洞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下一位患者死亡后，福勒立刻打开了死者的脑部，在显微镜下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穷凶极恶的杀手。这是一种单细胞生物，它的躯体能够不断地长出尾足。什么叫尾足？是单细胞生物为了移动或捕食而形成的一种暂时性的细胞突出部位。细胞内有一种称为肌动蛋白的细小的蛋白质纤维，它们通过快速聚集和聚合推动细胞膜向外扩张，就像长出了脚一样，可以帮助生物体移动或者吞噬食物。这种结构上的灵活性和高效的移动性让人叹为观止。不要小看这种单细胞的功能啊，这是自然进化得出的巧妙结果。福勒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阿米巴变形虫的生物，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的人，所以这种生物就以福勒的姓来命名，称为福氏奈格里虫。但是这个名字不太好记，今天大多数人都称这种生物为食脑虫。时间来到1980年代，远在大洋的另一头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，病理学家记录了越来越多的食脑虫杀人事件。但是食脑虫是怎样跑到人的大脑里的呢？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南佛罗里达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丹尼斯·凯尔开始对食脑虫的入侵进行研究。前面咱们讲了，食脑虫最早发现于澳大利亚斯宾塞湾，所有的病人都使用同一个自来水管道系统，病理学家就推测是不是自来水被污染了。他们在自来水中抽取了水样，经过检测，还真的在水里发现了食脑虫。问题来了，使用这套自来水系统的家庭成千上万，为什么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一共只发现了20例病例呢？这说明食脑虫并不会无差别的攻击，被食脑虫感染的只是极少数人，它一定有一种我们还无法知晓的入侵模式。凯尔也是从水里入手，佛罗里达死去的病人中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在发病前游过泳。于是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食脑虫会不会是从鼻腔进入到脑子里的呢？凯尔做了一系列的脑部切片实验，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，他发现了食脑虫诡异的入侵方式。食脑虫是变形虫的一种，变形虫虫如其名，它可以变身。在生存环境恶劣的时候，比如说食物短缺、环境干燥、低温的情况下，它会将自身收缩为一个有弹性的胶囊，这种形态称为囊肿阶段。在囊肿阶段，食脑虫不动不食，维持着最低的生存消耗。
当食脑虫进入鼻腔后，它会感应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这里温度适宜，充满了富含营养的液体。食脑虫开始变化成第二种形态，称为鞭毛阶段。顾名思义，食脑虫长出了鞭毛，鞭毛可以让它快速地游动，寻找最佳的栖息地点。变身的食脑虫会沿着嗅觉神经纤维，穿过鼻腔和大脑之间的筛骨，进入到颅骨。接着，它会穿过嗅球，再进入到大脑的其他区域。我们的脑组织细胞是食脑虫喜爱的大餐，于是食脑虫就会变化成第三种形态，称为滋养体阶段。恐怖的食脑虫终于伸出了它的獠牙，那是它变形出的一种独特的吸吮装置。它们释放出溶解细胞的酶，引起组织损伤，然后疯狂地吞噬红细胞和人脑神经细胞。为了在脑脊液中快速的行动，滋养体阶段的食脑虫还会再次变身为鞭毛阶段，在大脑中游动。这真是太可怕了。微小生物可以变身的有很多，以前介绍过缓步动物门的水熊虫和轮形动物门的智形轮虫，它们都可以变身。一种形态是缩水状态下的隐生态，也就是假死状态，就会变成一个囊包，囊包御风而行，会被风吹到地球上的任意角落。只要有适宜生存的环境，就会经历一个重新注水的过程，大概2到3个小时，它们就会满血复活。这就是自然态，它们生存的基本态。但是像食脑虫这样的可以变化出3态的生物，在自然界里并不多见。凯尔终于发现了食脑虫入侵大脑的秘密。时间来到2016年，16岁的塞巴斯蒂安·德利翁刚从高中毕业，这本来是他人生中最轻松、最快乐的一个暑假。德利翁在一个小水塘游过几次泳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行为，却让他命悬一线。2天后，他出现了严重的头疼现象。到了第3天，病情急剧加重，他不能见光，恶心呕吐，高烧接近40度。一开始，医生认为德利翁得了细菌性脑膜炎，但是细菌性脑膜炎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脖子会很僵硬。医生发现德利翁的脖子很柔软，不像是细菌性脑膜炎，于是给他做了脊椎穿刺，抽取了脑积液。果然，在显微镜下并没有发现致病菌，只有大量的白细胞，这说明他正在经历极为严重的感染，一定是找错了方向。在医生的努力寻找下，终于在白细胞附近发现了食脑虫。食脑虫的病例太罕见了，而且病源太过隐蔽，因此常常被误诊。多亏了儿童医院这些负责任的医生，才找到了病发的原因。食脑虫发病分为2个阶段，到第2阶段的时候，病人会出现癫痫，进一步会昏迷，平均在发病5天之后就会死亡。现在是一个分秒必争的阶段，医生们查到有一种抗癌药，对癌症的效果不大，但是针对治疗寄生虫的感染有效果。他们就给制药公司打电话，恰好这家公司就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，而且离医院不远就有一处药房有这种药，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这一段新闻采访是事后在线拍摄的，当时送药的就是这位小伙子。他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为了赶时间，连睡衣都来不及换，立刻开车赶到药房取了药送到了医院。德利翁非常幸运，他的病情被控制住了，活了下来。但是他的脑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他需要重新练习走路，重新练习说话，他再也无法恢复成以前的他了。截止到2022年，全美国一共发现了139例病例，只有4个人活了下来，致死率高达恐怖的97%。直到今天，对食脑虫的治疗仍然没有特效药。虽然食脑虫非常可怕，但实际上全球一共报告的食脑虫病例仅有381例，这是非常罕见的疾病。为什么食脑虫感染的人不多呢？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食脑虫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，它在25度的气温以上才会活动，水温到达42度的时候，它的活跃性最大。第二，食脑虫只能生存在淡水里，在海水中无法生存。第三，人喝下食脑虫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只有进入鼻腔后才会被食脑虫感染。第四，被食脑虫感染的大部分是儿童和青少年。科学家推测，这大概是因为青少年鼻腔内的筛骨没有长成型，有很多小孔，食脑虫会通过筛骨到达大脑。第五，
食脑虫不是病毒或者细菌，它是一种单细胞生物，没有传染性。最后还有一点，有可能很多食脑虫根本就没有检测出来，病人被当成急性脑膜炎误诊了。有的朋友会问，我恰恰生活在亚热带地区，要怎样预防食脑虫的侵入呢？专家们给出了几点建议：一、游泳的时候最好带上鼻夹；二、不要在消毒剂不达标的池子里游泳，消毒剂是可以杀死食脑虫的，只要消毒剂剂量达标就是安全的。三、不要潜到池塘的底部，尤其不要把底部的泥沙搅浑。四、不要用没有消毒的水冲洗鼻子。只要注意以上4点，就能够有效地预防食脑虫的入侵。以上就是有关食脑虫的内容。食脑虫损害了人类的大脑，宿主就会死去，这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打法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对大脑的侵袭没有任何进化上的好处。实际上，食脑虫根本就不是为了吃大脑而生的，它的生存之道是在水生环境里捕食细菌和微生物。如果不是因为食脑虫杀害了人类，科学家也许永远也不会研究这种单细胞的小生物，我们也就不会知道食脑虫居然拥有3种不同的生存形态。人类以为自己征服了自然，其实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仍然浮于表面。大自然千奇百怪，谁知道在地球上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被我们发现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